依持正见，倡导实修。智空禅师开示，供地藏菩萨的含义。有人问，禅堂里供地藏菩萨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智空禅师开示，今天我想从4个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修学地藏法门。第一，关于人伦之德、报恩的角度。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在家出家都要懂得报恩。可能有人说，你们出家人怎么报世俗的恩呢？我们出家人是以修行的功德回向来尽孝报恩的。大家应该广义的理解尽孝报恩这个问题。地藏菩萨在这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好。很多学佛的人都会谈到成就佛果、广度众生，可是如果连人伦之德、报恩之德都做不好，那就会连人身都未必能保住，那还怎么开悟成佛？在地藏经中，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对父母亲的报恩行为等等都做得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可以从因果心的报恩的角度来理解修学地藏法门。第二，关于孝道升华的角度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对孝的问题进行了解读，讲了孝的4次第升华的开示，重点谈到孝道的更广泛升华问题。所以我们应该从孝的升华角度来理解和学习地藏菩萨法门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第三，关于发愿的角度。地藏经中讲到，婆罗门女的妈妈往生以后，婆罗门女没有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念多少经、磕多少头或到寺院超度等等，她只是发了一个大愿，凭借自己发的这个大愿的功德，就超度了自己的母亲。地藏菩萨在因地的每一生都发很大的类似的大愿，累劫以来他发的愿非常非常多，累劫都说不完。我们发现，在法界的菩萨之中，地藏菩萨的孝道实践得非常彻底，尤其是依发大愿为手段而积累不可思议功德超度母亲的这个善巧，非常值得大家效仿。第四，关于地藏菩萨救度六道众生的角度。很多人错误地认为，我们平时求观音菩萨，死了人才去求地藏菩萨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。活着的人更应该求地藏菩萨的护佑。比如，我们世俗的人智慧不够，念地藏菩萨的名号，你就会有智慧了。亲人死了之后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念地藏菩萨的名号，菩萨加持你在梦中就知道。如果去深山里面踏野兽、蛊毒之类的伤害，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可以保平安等等。他是一个非常伟大、殊胜而不可思议的菩萨。在地藏十轮经里面说，你百千万亿劫不停地求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弥勒菩萨这些阿僧祇数量的大菩萨，而且不停地念他们的名号，还不如一次祈请地藏菩萨满愿来得快。所以地藏菩萨对众生的利益无量无边，而且尤其快速。地藏菩萨和观音菩萨一样，对活着的人的救度也如影随形，非常了不起。地藏菩萨化身无数，在六道中，每一道都有地藏菩萨在救度众生，只是地藏菩萨更着重在地狱里救度众生而已。当然，就像观音菩萨一样，地藏菩萨也有女性的化身在救度众生。大家要从这4个方面来了解地藏菩萨的殊胜。
地藏法门是从修学佛法基础因果心的角度演扬的非常完善的法门，所以我也着重提倡大家对地藏法门的修学。